大学毕业3年的雷浩找了几份销售工作，但因不会吹嘘作假，只能拿底薪，生活无望。1个月前，他因忍不住领导责骂而揍人，失业了。银行卡余额仅100多元的他，觉得愧对父母和叔伯，他决定不再颓废，要振兴家族，不让亲人失望。检测到宿主有强烈振兴家族的欲望，家族振兴系统已经绑定。啥？这只是自己日常的3分钟醒悟，怎么这次还出现幻听了？新手大礼包已发放，请宿主领取。听着接连出现在脑海里的声音，雷浩懵了。啥玩意？系统？这是他看过无数个小说里面写的系统。系统怎么可能出现在现实世界？自己莫非在做梦？真疼，这不是在做梦？嘴角微微上翘，随后就是疯狂的打下。雷浩再三确认系统是真实存在的，有了系统，走上人生巅峰，迎娶白富美还不是分分钟中的事。系统你有什么功能啊？宿主，本系统是家族振兴系统，宿主发展家族，提高家族凝聚力、声望、荣誉，所有能振兴家族的事情，宿主都有可能获得奖励。系统奖励包括科技、技能、金钱等等，不一而足。为更好的服务宿主，更好的振兴家族，系统为宿主准备了各行各业的生物人，宿主可用金钱购买，生物人对宿主100%忠心。系统，我一个银行卡里都凑不出200块钱的人，你让我去振兴家族，您是不是太瞧得起我了？现如今虽然还有家族一说，但是那就是一盘散沙，完全没有任何凝聚力，让他一个20几岁的穷屌丝去振兴家族，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宿主，系统拥有海量的高科技技术，只要振兴家族，就有可能得到各种各样的高科技，包括光刻机、航空发动机等一系列高端科技。拥有系统，你注定要成为金字塔顶端的男人，请宿主不要妄自菲薄。系统还有可能奖励光刻机这样的顶级技术。光刻机号称工业明珠，是继工业大成之作，蓝星上最顶级的光刻机，是几十个发达国家几千家公司共同提供技术制作的，其中涉及到的尖端技术不知凡几。是的，宿主，只要宿主振兴家族，任何技术都有可能得到，包括大鹅的白天鹅、鹰酱的 B2 隐身轰炸机，也有可能获得比这些技术更加强大的技术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加油吧，宿主！得到这些高科技技术，龙国站上世界之巅指日可待。系统，我就算得到这些高科技技术，我要如何去解释？到时候技术得到多了，根本就没法解释，我不得被抓起来切片研究啊！宿主，这个问题系统早已经为你解决了，所有奖励的技术都将以生物人的方式投放，投放的生物人拥有系统奖励技术的全部知识，并且系统会为其安排合法的出身。生物人对宿主100%忠心，请宿主放心。生物人，差点把这个忘了。系统，那我是不是可以购买特种兵生物人，或者是商业精英生物人？要是能购买忠心耿耿特种兵生物人，自己的安全就有保障了。要是能购买商业精英，商业上的事情就会少很多麻烦。是的，宿主，系统内有各行各业的生物人，价格不一，具体情况请宿主自行查看。各类生物人都分为初级、中级和高级3个等级，哪怕初级特种兵生物人也需要200万龙国币，中级更是需要500万，高级1000万。商业精英生物人更是贵到离谱，初级1000万，中级2000万，高级3000万。系统，你是不是在耍我？这么贵我拿什么买？宿主，你还有新手大礼包没有领取，请领取新手大礼包。经过系统的提示，雷浩才想起来刚才是提示有一个新手大礼包，自己太激动，都差点给忘了。领取新手大礼包。宿主领取新手大礼包，获得1000亿龙国币，已存入系统。为宿主准备的国外金融账户，资金来源为国际股票、虚拟货币、期货市场等金融市场，资金来源可查，请宿主放心使用。系统给我农行尾号8115的银行卡转账10个亿。好的，宿主。个、10、百、万、千万、10亿，太好了，果然是真的。振兴家族，高科技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干成的，先放一放。曾经在大街上看到让我羡慕嫉妒恨的豪车，必须先安排上。师傅去新城最大的豪车 4S 店。豪华的大厅内，几名身穿制服的女销售人员在刷着手机，聊着八卦，看车的客户寥寥无几。女销售看着雷浩大学生模样的青年矗立在车行门口，长相气质还算不错，只是人字拖、大裤衩，一副房东大爷模样，看起来整个就一屌丝，不然早就有销售迎上去了。老员工都知道这又是来蹭车的，
丽丽，有客人，你去接待一下吧。要不是店里有规矩，进来就是客，这样的人连管都不用管。这种一看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，肯定是要让实习员工来做，自己可不会浪费时间。好的，张姐，已经快2个月了，一辆车都没卖出去。3个月的实习期马上就要过了，再卖不出去车，我连转正的机会都没有。先生你好，您是来看车的吗？我来车行不看车，难道是来看美女的吗？好的，先生您贵姓？姓雷。雷先生您好，请问你有没有自己中意的车型呢？我想买超跑，最顶级的超跑。雷先生，您是说您要买超跑？您没开玩笑吧？王丽丽真的是不可置信，来 4S 店买超跑的人，哪一个不是身穿名牌，戴的手表都是几十上百万的，怎么也不可能是眼前男子这样的穿着打扮。你看我是像在开玩笑吗？雷先生，像超跑之类的车型，由于价值昂贵，都是放在独立的车库内，店里有规定，需要验资才能看车。不用试车了，有迈凯伦 P1 吗？有的话就刷卡吧。他可没指望过眼前的年轻人会买超跑，哪怕一丁点都没有，更不要说眼前的年轻人连价格都没问就让刷卡，难道是某个有钱人家的公子来扮猪吃老虎了？还愣着干嘛？刷卡吧，密码6个8。先生，迈凯伦 P 售价1300万，你确认要购买吗？好的，您稍等，管它是不是真的，去刷一下卡就知道了。这个穷屌丝难道真的买车了，而且还这么快就成交了？1300万刷卡成功，王丽丽悬着的心终于放下。这位雷先生不是耍自己，是个真的大佬。1300万的豪车直接刷卡，自己真的是走了大运，扮猪吃老虎的事情竟然让自己遇上。丽丽，客户买车了。是的，张姐，雷先生购买了迈开伦 P1。这样千万级别的豪车提成是比较高的，卖这一辆车，按照店里的提成，他应该能拿到30万的提成。迈开伦 P1，真是走了狗屎运，早知道我就去接待了。丽丽，你可发财了。行了，都别吵了，丽丽干得不错，王经理在办公室，你去通知一下他。好的，张姐。雷先生你好，这位是我们店里的王经理。雷先生你好，鄙人王中天，感谢雷先生照顾我店的生意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雷先生有需要尽管打我电话。这样能买得起千万豪车的人，对于他们做豪车生意的人，那是必须巴结的。更不要说买这样千万豪车用时不到5分钟的阔少，这绝对是哪个大家族的公子哥，把这些公子哥伺候好了，还愁没生意吗？好的，王经理，以后有需求我一定打你电话。王经理带我去提车吧。好的，雷先生车在后面的库房，您请。王经理，这车今天就能开走吗？可以的，雷先生，只需要签完购买合同，您就可以把车开走了。车牌和所有的手续我们会帮您办好。那行，签合同吧。片刻之后签合同，雷浩便打算驾驶着迈开伦 P1 去体验一下美女主动搭讪时，突然想起自己现在也是开上千万豪车的大佬了，身家更是上千亿，自己的安全必须要保证，不然要是突然跳出一个不长眼的小混混把自己给干掉了，不就亏大了？是时候给自己请几个保镖生物人了。考虑到自己在国内无法使用枪械，雷浩便在系统内搜索保镖类生物人，随即系统面板上便显示初级保镖生物人200万元，可徒手对抗3名普通成年男子；中级保镖生物人500万，可徒手对抗10名成年男子；高级保镖生物人1000万，可徒手对抗30名成年男子。系统，我要购买10位初级保镖生物人，中级保镖生物人6名，高级保镖生物人4名。好的，宿主，系统已扣除国外金融账户内的9000万龙国币，请宿主选择生物人保镖，年龄、性别、身高体重和国籍。系统全部选择男性，身高在1.8米至2米之间，体重在80公斤至100公斤之间，年龄在20岁至30岁之间，全部选择龙国国籍。好的，宿主，20位生物人保镖已投放在宿主周边1公里内，合理的身份已经安排，所有的生物人都是孤儿，都有合法身份。想到自己马上就要拥有20位猛男保护，雷浩也是非常欣喜。不过猛男有了，交通工具也要安排一下，正好自己还没出 4S 店，倒是可以直接购买。王经理，我还要购买10辆路虎揽胜，不知道你这里有没有啊？有的自然是有的，不过要过2小时后才能提车，不知道雷少您看可以吗？可以，2小时后自然会有人来取车，那就麻烦王经理了。生物人就在周边，到时候让他们自己来取就行。幸好开车技能都是保镖必备的技能，所以这些生物人保镖也都有驾驶证的，倒是省下很多麻烦。王经理，这10辆路虎揽胜的提成你看。雷先生您放心，您是小王的客户，已购买车辆的提成自然是算到小王身上的，这是谁也抢不走的，您放心。雷浩是对王丽丽有一些好感，但那也只是出于对努力工作人的好感，自己的举手之劳就能让努力付出的人得到应有的回报，何乐而不为？谢谢雷先生，谢谢王经理。雷浩开着超跑慢悠悠地行驶在道路上，心情极度舒畅。喂，妈，有什么事吗2天前妈妈就给他打过电话，平时都是半个月打一次，这次怎么才过了2天又打电话过来了？肯定是有什么事。
浩浩，没什么事，就是想问问吃饭了没有啊？工作忙吗？听到对面老妈传来吞吞吐吐又沙哑的声音，雷浩感觉到了不对劲。妈，你是不是有事？没事。妈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，我现在也是个大人了。浩浩，依依得了白血病。依依是他姐姐的女儿，也就是他的外甥女，她才4岁。妈，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已经有3个多月，一直没告诉你是怕你担心。医院治疗已经花掉了你姐姐家里所有的钱了，能借的地方也全都借了。现在需要做骨髓移植，骨髓配型已经配型成功了，只是手术费用还差50万。我是实在没办法。浩浩，你要是有办法，你一定要救救依依。妈，你别哭，50万而已，不算什么事情。儿子这几年赚了不少钱，这个事情你不用担心。依依现在在哪个医院？真的吗？浩浩，你真的有50万吗？老妈，你相信我，别说50万，5000万都不是什么问题。你告诉我依依在哪个医院，我现在就去找她。对于现在的雷浩来说，5000万还真的不算什么。姐姐自小就对他好，依依也是他雷浩的外甥女，别说50万，5000万，5个亿也得治。浩浩，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妈，你先别管这么多了，这都是我正当赚的钱。依依治病要紧，可不能耽误了。对，依依在新城市第1人民医院。那行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妈，你也不要着急，现在的医学很发达了，白血病也不是什么不治之症，你先好好休息。赵医生，您通融一下吧，依依真的是等不起了，你救救她吧。说着，雷小双就要给眼前的赵医生跪下去。哎，你别这样，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可毕竟医院不是我开的，我只能尽力的救助病人，医疗费用我实在是无能为力。病人家属这样的哀求，他已经是见多了，但自己也只是一个医生，对于那些高昂的医疗费用，自己也是真的无能为力。你看你要不要再想想办法，向亲戚朋友借一借，毕竟配型已经成功了，治愈的概率还是很高的。赵医生，能想的办法我们都想了，能借的地方我们也已经都借了，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。浩浩有什么事吗？姐，你在哪里？我已经到医院了。雷浩听出了姐姐的声音有些不对劲，声音很沙哑，肯定是为了外甥女的事情哭了很久。你都知道了，是妈妈告诉你的吧？姐，从今天起我就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有我在天大不了。你现在只要告诉我你在哪里，剩下的事我来解决。坚定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。此时的雷小双和不久前的王素梅有同样的想法，弟弟终于长大了。看着姐姐红肿的双眼，雷浩非常心疼。姐，你辛苦了，接下来的事情你交给我。医生，我外甥女治病需要多少费用？请最顶级的医生做手术需要多少费用？你只管开口，我要用最好的药，最好的医生。看这个年轻人穿着打扮，还是人字拖大裤衩，就这样的人开口，就是要最顶级的医生，最好的药。真是大言不惭，您是依依的舅舅吧？我是依依主治医生，依依的手术费用是50万，如果要请最顶级的专家，可能需要花费100万元。行，没有问题。姐，我现在就给你转500万过去。最好的病房，最好的医生，钱少了我再给你，尽全力治好依依，再多的钱都不是问题。老弟，你咋来了？你姐姐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姐夫，姐姐这是高兴的。小双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随即雷小双停止了哭泣，把事情告诉了张怀远。张怀远既震惊又激动，震惊的是自己的小舅子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，激动的是自己的女儿总算是有救了。浩浩，感激的话我就不多说了，都是一家人，这个钱我会还给你的。500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，小舅子大学毕业才3年而已，哪怕这3年赚了一些钱，这应该也是他全部的身家了吧？姐夫，你也说了，我们是一家人，这点小钱不算什么，就当是舅舅给外甥女的压岁钱吧。依依都4岁了，我这个当舅舅的还没有给过她1分钱压岁钱，是舅舅的不称职，现在就算是舅舅给这个压岁钱补上。500万是小钱，500万当做压岁钱，这哪里还是交不起50万医疗费的农民家庭？有个这样的舅舅，这绝对是个豪门啊！要不是看到有张怀远夫妻在这里，他真的想跪下来叫舅舅新年好。好了，姐姐姐夫都是一家人，先给依依治好病，再给捐献者一些补偿，剩下的事情以后再说。500万对于现在的我来讲真的不算什么。看着眼前自信从容的雷浩，雷小双满眼的欣慰自豪。小时候爸爸是自己的依靠，现在弟弟是自己的依靠，有你们真好。对了，姐夫，你的工作暂时就先不要做了，好好的陪姐姐和依依吧。等依依的病治好了，你跟着我干。浩浩，你姐夫我没别的本事，就是建筑公司的一个小职员，你现在应该是做大生意了吧？我能帮得了什么忙？姐夫，这个你放心，自然是跟你的职业有关的。你现在呢，先把依依这个病治好，到时候回家我跟你细说。
自己有个这样的系统，必定要大搞建设的。雷叔我另外一天，到时候大把的工程完全可以给到姐夫这些亲人来做，也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。看完依依从医院回到出租房后，雷浩便给老妈打去了电话，告知依依的医疗费用已经解决，并告知老妈明天自己回去，要振兴家族，不回去怎么行呢？小王啊，这么急，有什么事吗？外面来了一群黑社会。我在新城市也算是有点地位的人物，老板更不是什么小角色，就连黑虎爷也得给我老板一点面子，什么人敢来找我的麻烦？这20个猛男随便出来一个，就能把自己像蚂蚁一样噎死。兄弟们，来我车行有何贵干啊？举着。这20名保镖，因为雷浩懒得起名，所以就叫雷1到雷20，雷1到雷4都是高级生物人保镖，雷5到10都是中级生物人保镖，雷11到雷20都是初级生物人保镖，真是方便又好记。哦，原来是雷少的人，多有怠慢，车子已经准备好了，就在后面，劳驾兄弟们跟我来。虽然已经知道是雷少的人，但是看着这些面无表情的猛男，还是害怕自己一不小心惹到他们。怕他们不高兴再次处理。不过这也是王中天多虑了，这些保镖虽然是生物人，但是也和正常的人没多大区别。虽然不苟言笑，但那也只是保镖的纪律，毕竟他们都是系统出品的保镖，绝对拥有钢铁般的纪律。这个雷少果然不是一般人。第二天一早，雷浩退了出租房，便与20位保镖会合。当雷浩看到这20位保镖的时候，也是震惊了一番。老板，为保镖置办了行后，便驾车浩浩荡荡往楚宁县驶去。这是哪里来的大人物啊？怎么会来我们村子啊？这些车一看就不便宜，特别是最前面的那辆跑车，有谁知道前面那辆跑车多少钱吗？这个车好像是迈开伦 PE， 我在抖音上面刷到过，1300多万呢。后面的车是路虎揽胜，也要130万一辆啊。雷浩家的村子不大，也就是60-70户人家，自己的爸爸雷永正就有8个堂兄弟，加上一些不同正经的亲戚，整个村子有一大半的村民都是沾亲带故的。小浩，20是我呀，你这几年身体还好吗？真的是你啊，小浩，你都几年没回来，差点都没认出来了，这几年是在干嘛呀？你这是有出息了呀！和2婶寒暄过后，雷浩便开车回到了自己家，还没下车就看到了爸爸雷永正和妈妈王素梅正等在门外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儿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回来就好。好这事，爸妈这些都是我的保镖，你儿子这几年在外面挣了点钱，请些保镖保护一下安全也是很正常的吧？走，进屋说。浩，你这3年到底是挣了多少？你给你姐打了500万，还买了一辆这样的跑车。听他们说这车要1300多万了，你还请了这么多保镖，你到底赚了多少钱？也没多少，也就110吧。110这是什么概念？对于雷爸雷妈来讲，他们知道最有钱的人就是村里某个人的女婿，是个矿老板，身家据说3-4千万，100个亿，这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。浩，你没骗我吧？爸，你要是不信，你就看我的手机短信。在雷浩跟爸妈说自己有100个亿的时候，已经让系统往自己的银行卡里面再打了90个亿。此时银行卡余额显示为99亿6千多万。爸妈，现在你们信了吗？浩，你这几年到底是干了些啥呀？怎么能挣到这么多钱呢？也就是股票、期货、比特币挣的钱。自然雷爸雷妈也是听得一脸懵，但是听不懂也无所谓了。看着儿子说的头头是道，这些钱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了。至于听没听懂，反倒是无所谓了。爸，现在我们有钱了，我想重修祠堂，重聚家族。我觉醒了振兴家族系统，获得1000亿礼包，重建祠堂，凝聚家族，获得科技，让家族重新辉煌，让龙国崛起。重修祠堂，浩，你怎么想到要重修祠堂了？爸，重修祠堂不一直也是你的梦想吗？我记得小时候就听你说过，村后那座很大的木房子是我们家族的祠堂，曾经我们家族在这里也是响当当的大族，只是后来落魄了，家族的凝聚力也散了。你一直都说要努力出人头地，重修祠堂，重现家族辉煌，我可还一直记得呢。浩，你现在有出息了，想要重修祠堂，我100%支持你。至于具体怎么做，还要合族人商讨一下。行，爸，那你通知一下大伯、二伯他们，咱们明天就开一个家族会，商讨一下重建祠堂的事情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找你大伯、二伯他们。看看你爸。正在雷浩要查询农行电话，准备预约明天去取现金的时候，手机一个陌生电话拨打过来。雷先生你好，我是楚宁县农行行长金百川，不知道雷先生你现在方便接听电话吗？
早在雷浩往银行卡里面打10个亿的时候，就已经惊动了秦百川，只不过是觉得过早打电话给雷浩会造成他的反感，所以一直没有打。但在刚才手底下的人告诉他雷浩的账户又转账进来90亿的时候，秦百川是完全坐不住了，立马给雷浩打来了电话。这是个爷，财神爷。秦行长，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呵呵，李先生你真是年少有为，真是咱们整个楚宁县人的榜样啊。秦行长真是妙赞了，我年纪小，不怎么会说话。秦行长有什么事你就直说。雷先生不愧是年轻有为，快言快语别具一格。那我就直说了，雷先生，你在我行有近100个亿的资金，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？我行可为你准备专门的理财顾问，你看你需要吗？秦行长理财顾问暂时不需要，不过我还真有一件事想要请你帮个忙，不知道秦行长方不方便？雷先生哪里的话，你也太客气了，有事你吩咐，只要我秦百川能做到的事情，绝对给你办妥了。那就感谢秦行长，我明天需要5000万现金，你看可以吗？听到雷浩开口要取5000万的现金，秦百川眉头皱了皱，一天内就算把农行整个县的现金都抽出来，估计都没有5000万，但为了能留住这个财神爷，哪怕去省里总行也得把这5000万给凑齐。雷先生你放心，明天我亲自把这5000万给你送过去。行，那就麻烦秦行长了。随后雷浩便告诉了秦行长自己的地址，并约定了明天中午12点见。第二天中午，雷浩家的院子里坐满了10余位男男女女，津津有味地讨论起来了今天的族会。毕竟这种族会对于50几岁的叔伯们也是第一次，实在是非常新奇。我说咏春，今天这个族会到底是要干嘛呀？问你也不说，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干啥呢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，反正是好事情。伯伯婶婶们，大家安静一下，我有话说。雷浩不才，从小顽劣，承蒙家族长辈关爱，现如今闯荡3年，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成就。现在我想重修祠堂，重聚家族，不知道各位长辈意下如何？小浩重修祠堂，我当然没有意见，但是重修祠堂要花的钱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。你也知道，你这些叔叔伯伯们都没太大本事，这个钱怎么出？四伯，重建祠堂的钱当然是我来出了。我不但要重建祠堂，我还要建立家族集团、家族基金。我要让我们雷家的人都有出人头地的机会。小浩，你可知道村后的雷家旧祠堂占地面积有600多个平方，这要重新修建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对。隔壁罗家村前2年重修了祠堂，可是花了近400万，他们的祠堂可也就是500个平方左右，比我们的还要小一些。我们如果要重建祠堂，可能要花600多万啊。四伯你放心，钱不是问题，我打算出资5000万重建祠堂。我觉醒了振兴家族系统，获得1000亿礼包，重建祠堂，凝聚家族，获得科技，让家族重新辉煌，让龙国崛起。四伯你放心，钱不是问题，我打算出资5000万重建祠堂。平淡的话语从雷浩口中说出，却是在现场炸开了锅。小浩是真的有出息了，拿5000万重建祠堂，这么大的手笔，真是给我们这一支雷家人长脸了。5000万啊，这是我10辈子都赚不到的钱，果然还是读书读得多才有出息。当年我们凑学费也要让小浩读书，果然是最正确的选择。是不是真的呀？我要是有5000万，我肯定到摩东大城市去享福了，谁还待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？对于八婶的话，雷浩并没有生气，自己是拥有系统的人，未来的成就注定非凡，而且有自己在八婶口中鸟不拉屎的地方，未来成就也注定不凡。和他生气实在犯不着。哼，来的正好，是不是真的？看那边就知道了。哪位是雷浩先生？我是雷浩。哦，哈哈，雷先生你好，不辱使命，现金全在车上，你请查收。雷先生，每一个箱子里面有100万，这里有5000万，你看还有什么需要？麻烦秦行长帮我把这些箱子都打开一下。随着一箱箱的箱子打开，一沓一沓100元现钞暴露在众人眼前，每一个箱子里面都有100万，这样壮观的场面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。这5000万会专门存进一个独立的账户，用于重修祠堂，资金由大伯、二伯和我爸爸共同管理。长辈们纷纷开口答应。大伯、二伯年纪虽然大了，但是记个账什么的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至于老爸，也是想让他有点事情做，不然让他在这种光宗耀祖的事情上闲下来，不得埋怨死雷浩。再有一个事情，我雷家要建立一个家族集团和家族基金，这需要在外务工的族人回来。如果明天不回来的，那么家族集团和家族基金就和他没有关系了。今天通知一下。